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装潢大小事，我为你解释。今天是我们的特别企划《窗帘小教室》的第1集。这个系列呢，一共有10集。我们收集了网络上面呢，观众朋友很想要了解的一些装潢知识，比方说你要怎么样挑选啊，你要怎么样去选布料，甚至你要怎么安装到清洁等等的问题。那这些装潢的问题呢，都会在这个系列一一为各位解答，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哦。在正式开始前，邀请我们本集的节目大来宾，窗帘研究所的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窗帘新风貌，谢老板都知道。大家好，我是窗帘界的谢老板。这是我们的第1集，想要问一下谢老板说，依照我们的窗户的大小的形式，大概会分成哪些种类呢？窗型大大小小，左左右右，不外乎我们一般所谓的左右开合，就是落地形式的一个窗型。那另外一个就是上下升降，那大概离地100公分左右，半腰形式的一个窗型，所以不外乎就是我刚刚所提过的落地形式或者是半腰形式。刚刚谢老板有提到的窗型呢，有分上下跟左右，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挑选它合适的窗帘，跟它要怎么样安装呢？其实窗帘当然要看现场的一个状况，不过不外乎，譬如说我们刚刚提过落地形式的话，我们为了增加它的大气感，因为通常不是在所谓的客厅，就是在所谓的主卧，那我们希望整个空间的感觉比较有气势。那我个人谢老板会建议用所谓的布纱帘的一个方式。那至于我们所谓的半腰形式的窗帘，由于都会型的情况越来越明显，那每个人希望的一个风格，或者是他希望的一个功能，我们买东西当然首重一定要实用，再来美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会建议所谓的上下形式呢，会针对你的需求，像早期流行的卷帘，现在有所谓的风琴帘，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丝绸百叶，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形式之一。在网络的科普上面呢，我们会查到软窗帘跟硬窗帘，想问一下谢老板，这2种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我们刚刚在讲窗帘的形式，不外乎就是落地的布纱帘。那一般布纱帘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个五金的话，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软窗帘。那至于我刚刚提过窗帘形式，它如果是离地100公分，所谓的半腰窗，这2年会比较流行所谓的硬窗帘。硬窗帘就是我们俗称的功能性窗帘。那功能性窗帘它可以针对你的窗型、你的需求买窗帘，不外乎第一个当然就是实用，第二个美观。那在针对你的风格，那你在你的需求之下，什么样的窗帘？譬如说你希望是光线多一点或光线少一些，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性窗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硬窗帘。那可以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列举一下硬窗帘跟软窗帘各自有没有哪些种类可以分布呢？所以所谓的软窗帘，我想比较着重在于你选什么样的一个布纱，比如遮光程度，然后这个纱的软硬程度，或上面是素的或是花的。那硬窗帘呢，着重的程度跟软窗帘略有不同。譬如说我们早期的卷帘，或者是现在可上可下，我们所谓的风琴帘，或者是我们可以去调光线的所谓的丝绸百叶，这都是硬窗帘里面我们比较常用到。那当然现在针对大家的一个需求，我想都会的需求的话，林林总总。那窗帘已经不像以前，好的窗帘是有智慧。那怎么样去找到这样的智慧？那就记得找谢老板。从刚刚的软窗帘跟硬窗帘来分，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会在风格上面有所疑问。我想请教一下谢老板，如果观众朋友不了解自己的风格，要怎么样挑选窗帘，你会给什么样子的建议呢？以软窗帘来讲的话，譬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的所谓的美式古典、新古典，或者是略带乡村风的话，我个人会建议比较用布的方式，因为它比较可以大面积去呈现里面要的这种感觉。那至于现在也所谓住宅型都会型的话，有很多所谓的北欧风、极简风。那我个人觉得可以选择我们刚刚提过，它比较简洁，所谓的硬窗帘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风琴帘。
丝绸百叶，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现在需要的一个风格。我们希望空间明亮一点，或者是空间暗一点。那像我们常说的明厅暗房，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依你的区域，依你的风格，我们选择不同的硬窗帘，就所谓的功能性窗帘，你可以针对你的需求，你希望光影的感觉柔和一点，或者是你希望里面的感受明亮一点，我觉得可以透过功能性窗帘的一个方式，就所谓的硬窗帘，去调节你里面的一个光线跟里面一种我们希望居住的一种感觉。不管我们刚刚讲的软窗帘，就是所谓的落地布帘，那或者是我们提到的功能性窗帘，当你站在茫茫的十字路口，希望选择属于自己又实用又美观的窗帘，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找窗帘界的谢老板催我的丢啊。第1集呢就有满满的科普啊，我们从窗型的选择，一直到怎么样去挑选窗帘，还有所谓的软窗帘跟硬窗帘，今天真的是收获非常多，非常谢谢谢老板来到我们的节目。看完这一集，一定对窗帘产生很多兴趣以及大大小小的问题。那我们欢迎您在留言板上留言，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那也不要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第2集，如何运用窗帘为您的空间加分。好的，本集精彩内容就到这边，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